macOS 默认内置了5种不同风格的息屏，静态和动态都有。如果不够用的话，可以进主题应用中付费获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主题应用是华为手机上的系统应用，它的默认登录账号是华为账号，下载主题应用也需要华为应用市场。可以选择是否在息屏上显示时间和日期，显示通知和电量。有了息屏布局，还可以自定义。息屏可以清楚显示、定时显示、全天显示，在电量小于10%时不显示。指纹解锁时可以选择6种指纹动画，但不可以不选择。息屏状态下，可以选择拿起手机直接亮屏，双击屏幕进入锁屏状态，但再次双击屏幕不会切回息屏状态。macOS 的锁屏可以自定义，点击锁屏样式，可以选择魔法锁屏，也就是系统默认的模板，共有10个，也可以使用自己图库的照片，官方壁纸，以及去主题应用中付费获取壁纸。选择一个魔法锁屏，点击个性装饰，可以更换图片、图片的蒙版形状、背景模板的颜色。点击景深，可以开启景深效果和调整图片的模糊度。双指捏合或移动蒙版形状，可以改变图片大小或移动图片位置。点击时间，可以自定义时钟字体和时钟颜色。如果自己设置的锁屏不需要了，在锁屏样式中的我的锁屏中长按锁屏即可删除。可以在锁屏上加入签名，比如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。如果手机丢失，捡到手机的恰好是个好心人，可以方便联系失主。锁屏状态下，左下角图标旁边会显示部署和锁屏签名，上滑左下角图标会显示5个快捷应用，分别是录音机、计算器、手电筒、计时器、智慧视觉扫码。上滑右下角图标可以打开相机，当然锁屏状态下打开相机是无法查看手机之前拍的照片的。不过还有更快打开相机的方式，双击音量下键，屏幕任意位置朝任意方向滑动，都可以呼出密码解锁界面，直接输入密码就能解锁，不用点击确定。不过数字密码至少需要设置6位，当然还可以紧急拨号。屏幕上方左半边下滑呼出通知界面，右半边下滑呼出控制界面。通知界面和控制界面可以通过屏幕空白位置左右滑动切换。另外还可以设置为整个屏幕左半部分下滑呼出通知界面，右半部分下滑呼出控制界面。不过无法在锁屏状态下呼出通知和控制界面。点击单条通知右上方可展开通知。向左滑动消息可以对应用的通知做出设置以及删除，向右滑动消息即可单条删除。同一个应用同一时段的通知会合并显示，不同时段的通知不会合并。点击通知界面右上方可以打开通知设置，点击下方清理按钮可以全部删除。所有应用的通知都可以自定义开关，而且右侧显示字母定位条，可以快速找到通知。息屏状态下收到通知可以选择自动亮屏，锁屏状态下可以选择3种通知显示形式。收到通知可以选择隐藏通知内容，横幅通知时也可以选择隐藏通知内容。桌面图标角标通知可以选择2种显示形式，数字显示和圆点显示，而且都可以自定义开关。
长按大部分控制中心快捷开关，可以进入对应的设置界面。快捷开关右下角有小三角的，可以点击进入快速选择的小窗界面。点击控制中心右上方编辑图标，可以编辑快捷开关，显示或隐藏信任环。常驻快捷开关至少需要保留10个。拖动常驻快捷开关可以调整顺序。如果显示信任环，快捷开关会折叠为一行，可以从下方未常驻的快捷开关里选择并拖动到上方自定义。而且系统快捷开关和应用快捷开关做了区分。点击右上方设置图标，可以快速进入设置应用。macOS 的状态栏可以选择纯净模式，仅显示时间、无线局域网、移动信号、电量，其他不显示。也可以自定义选择是否开启通知图标、运营商名称、实时网速。另外，电量信息有3种显示模式可供选择，可以选择当录音、播放音频、倒计时在后台运行时，在灵动胶囊上显示状态。点击胶囊可以进行简单控制。桌面支持标准风格、抽屉风格以及简易模式。桌面图标支持自由无极调整大小。默认有6套图标风格可以选择，其他图标可以在主题应用中付费获取。字体支持调整大小。无极调整粗细，默认可以选择2种字体，其他字体需要在主题应用中付费使用。另外，还可以调整应用内文字的大小，共有3档。桌面布局支持4列6行和5列6行。应用卸载后，可以选择是否自动补位，可以锁定桌面布局，防止误触扰乱布局。长按桌面应用图标，图标周围会出现白色边框，拖动边框4个边，可以改变图标为图标组，有1×1、1×2、2×1、2×2大小可供选择。图标组内会显示该应用及其快捷功能。长按图标组可以编辑图标组内的快捷功能。不过，只有长按应用后，有快捷功能的应用图标才可以改变图标为图标组。打开显示图标提示条后，部分系统应用图标下方会出现提示条，上滑应用图标提示条会显示应用的卡片，可以快捷打开应用的部分功能。点击卡片右上角的置顶按钮，可以将卡片新建在桌面上。桌面文件夹可以选择传统小文件夹，进入文件夹才可以打开应用。长按文件夹，选择显示为大文件夹，也就是9宫格。在文件夹上直接点击就能进入应用。点击末尾的多图标按钮，可以进入文件夹内查看所有应用。长按文件夹，文件夹周围会出现白色边框，拖动边框的4个边可以改变文件夹大小。除了可以显示9宫格外，还可以显示横排或竖排的3宫格，都可以在文件夹上直接点击进入应用。双指在桌面啮合，即可进入桌面美化模式，可以添加空白桌面、删除桌面。拖动页面可以改变顺序，可以改壁纸，添加卡片，设置桌面页面之间的切换效果，进入桌面设置。macOS 的壁纸可以设置成和锁屏一样的，也可以选择系统预设的纯色壁纸与渐变壁纸。除了可以用自己相册的照片自定义壁纸外，还可以选择官方壁纸，当然也可以从主题应用中付费获取壁纸。另外，也可以对壁纸做模糊处理。桌面卡片可以堆叠摆放，组成卡片集，上下滑动可以循环切换。桌面页面之间的切换效果如下。
macOS 的导航手势为安卓通用手势，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底部提示线，是否在底部边缘滑动切换应用，提示线是否存在不影响切换应用。此外，还可以选择古老的3键按钮，而且在3键基础上多加了显示控制中心按键，共有4种样式。当然，还可以同时开启悬浮导航方式，也就是悬浮球，不过我几乎不用。上滑应用可以清除单个应用，下滑应用可以锁定单个应用不被全部清理，再次下滑即可解锁应用。点击最底下的清理按钮，可以清除所有应用。长按清理按钮，可以直接打开应用管理。长按左上方应用图标，可以显示应用信息。点击应用右上方的图标，可以将应用变为小窗形态。macOS 的飞移屏可以自由选择开关，飞移屏可以添加快捷服务和一些卡片，其实就是荣耀快服务里的内容。快捷服务可以选择9个自定义快捷服务，如果不选择，系统会帮忙做选择。好在快捷服务可以关闭。飞移屏卡片和桌面卡片一样，都可以自定义添加与删除，但是无法堆叠摆放。如果添加的卡片数量较多，可以选择自动折叠。下滑飞移屏会来到楼上，显示一些推广的快捷服务。macOS 的搜索入口和手机桌面的页数提示整合在了一起。当桌面翻页的时候，显示页数提示；当停止翻页时，显示搜索入口。很巧妙的一个设计。也可以设置桌面下滑打开搜索，不过我一般把桌面下滑设置为呼出通知和控制中心。另外，在飞移屏也有搜索和扫描入口。搜索框位置放在了桌面下方，非常便于打字搜索，完全不用担心搜索框放在屏幕上方够不着。搜索框右侧有扫描窗口，点击可调用智慧视觉轻松扫码。搜索范围可以自由选择。搜索引擎目前仅支持搜狗引擎，在搜索框内输入关键词，输完立即显示结果。点击搜索可进入在线搜索结果。最上方仍有关不掉的应用广告，点击本地可以切换本地搜索结果。下一次搜索时，上一次搜索框内的关键词和搜索结果还在，而且关键词依然为选中状态，方便再次搜索。